Hello，大家好，我是摄影师 JCK。本期视频呢，我将带领我们的学员一起完成一个我们最近的拍摄项目，就是 Olay 和 Viral One 合作联名的一个七夕礼盒。然后我希望通过本期视频呢，带领大家从产品的策划以及到拍摄还有后期这3个部分，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是如何完成这次的拍摄的。希望本期视频对大家有帮助。如果大家觉得有用的话，也不妨跟我3连关注一下，我们会持续分享更多的干货给大家。OK， 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入拍摄现场。好的，我就从这次的拍摄策划开始讲起。我先跟大家看一下我完整的策划和思考的流程啊，然后我就在 Notion 这个软件里面，当然你用任何软件都可以啊。这是这个客户发给我的很多产品，但它不是这样子的，它就是一堆文件，我把它都抠出来，然后摆在上面。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因为我做方案的时候，我可以时不时的瞟到他们。OK， 这样我就会在脑子里建立一种印象，这个对于拍摄多少是有帮助的。然后后面大家可以看，这是有2个东西，这是其中一个 PPT， 另外一个因为这个太大了放不上来，然后我就传到这个 Google Drive 里面了。我在这里想有一个东西跟大家看看，你看这句话，这是客户当时发给我的原话。我在这里跟大家说的目的是什么呢？你看，其实他们发来的东西是非常的有点杂乱的。那我第一步先做了什么呢？我第一步先整理需求。看我的整理的需求，就是我把它的拍摄风格、突出的元素、拍摄的需求以及置景道具这些东西，我都去做一些整理。这个是客户着重突出的，我也在这里着重的体现了出来。这是第一开始我要准备的东西，虽然不代表最终他们都会原原本本的完整的出现在我最终的方案里边，但是这是我的一个顺序，希望大家可以按照我的思考和我的顺序去走。然后我在这里还刻意强调了一些拍摄注意事项，比如说周边无遮挡呀，然后就意味着你不要搞一些前景朦胧那些所谓的比较唯美的一些东西，对吧？然后这是第一个，然后第2个模块呢，我把它叫做背景调研，因为我是知道并了解一些关于 Viral One， 就是王薇薇本人的一些资料的，但是为了这次的拍摄，我还是去看了一些，比如说王薇薇的介绍、访谈、一些纪录片等等，这些东西可以在你找资料参考的时候就在另一台电脑上放着，然后有的时候我不一定去全部看，但是我也会听。然后包括 Olay 品牌它自己的品牌调性，你可以看一下他们的官网呀，包括他们的 Instagram 呀，这些上面的图片是什么调性。然后第3个就是我的一个思考方向，就是说 Olay 和王薇薇他们之间怎么样去做一个有机结合，这更多的是从视觉上啊，当然后续也会有文案上的。然后呢，就是准备道具以及视觉参考方向了。视觉参考其实我找的这些最后都没怎么用上。然后道具呢，我就准备一些米白背景、金粉婚纱、编织、流苏、蕾丝，这个就是我最开始的考虑。但是到这里呢，也是我想跟大家着重说的啊。就是如果我按照一开始这个思路去走，我很可能会走偏，因为我还是把它想成了各种道具弄在一起的。我不是说这样不好，这样也没问题，但这里有2个要注意的事项。第一，就是这样拍出来的感觉呢，它可能不会那么大牌，因为这次是一个属于高定礼盒，然后本身 Viral One 他们也是做高定这种感觉的吧，所以如果你道具太多，而且你的道具不高级的话，就会给这个片子减分。但是你去看很多大牌他们的拍摄，反而就是一个产品一个背景，背景上做一些变化就 OK 了，没有那么多杂乱的东西。所以再结合我自己之前拍这种高定风格的东西相对少，并不是说我们不会拍不能拍，而是我之前走这种方向这种风格的东西相对少，所以结合这2个考虑，我就决定这次的拍摄把它定成高定风。然后呢，就有了我们这次的风格。大家可以看到我没有选用之前想的那些道具，你看之前我真的买了好多道具，包括这种婚纱啊、头纱啊，我都买了。我也在拍摄中去测试了，虽然拍摄出来的效果也不难看，也都还 OK， 但是从风格上
才是最重要的。我把风格定成了高定风。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我们是怎么样实际拍摄的。好，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拍摄现场。这是我们简单布置了一个，其实这个构图本身没有特别多要说的，其实我主要想呈现的就是高低错落的。道具的选择我跟大家重点说一下，因为你拍这种片子，因为本身人家都是大品牌，所以你的道具宁愿少都不要 low， 能明白意思吗？就比如说像这种大理石，大家看着就是普通的石头是吧？其实这一块买过来，像这一块买过来都60-70，还甚至更贵，我忘了。这种都是小几十块钱。就是我为什么要去买这样就是价格不算便宜的石头呢？因为只有这样产品跟它才会匹配。如果你在这里随便放一种比较 low 的，我给大家看一个反面案例啊，像这种东西，大家能看到吧？很便宜，某西西上可以买到很多。我不是说它摆上去就一定不好看，但是这种东西很廉价。像拍这种大牌，拍这种高定风的时候，你就不要为了省那几个钱，你就用了便宜的道具，那真的就成了一个耗子坏了一锅汤，就是这个意思。好，接下来我们就说一下这个背景吧。你看我背景上选的是这种哑金，这种拍出来它有几个好处，一是金色本身就不用说了，它就比较高级，很适合拍这种大品牌的东西，展现出一种华贵的感觉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选择哑金而不是亮金，就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本身它是这种一整个面，它没有特别多的反光，但是你看当我们给它一些光的时候，它又会出现一些很细腻这种光影变化，在体现在照片里边，这就是非常漂亮的渐变，对于我们表现整个画面的高级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你们如果拍类似这种风格，首先你就直接买这么一个哑金的纸就行了。你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买，你就想跟着我一起买，然后你们可以关注我一下，我直接把链接丢给你们啊。这个不是广告，这也是我在网上买了好几家，我认为这次买的还行。然后还有一些重点，大家不要嫌我啰嗦啊，因为这个对于拍摄很重要。你看有的纸发过来它会有这种，看到了吗？我不知道清不清楚，有些这种痕迹。如果你的修图能力不是特别强的话，我建议你跟那个商家去退换一下，因为像这些体现在照片里边，你还是要修掉的，就是不管你会不会修，它都会浪费你一些时间。接下来我们去看我们的每一盏灯吧。好，主灯呢，我就在这里加了一个标准照，然后放了一个硫酸纸打过来这个产品。 OK， 你先拍一张咱看一下效果。好，你看我们这样拍完之后，画面中这边是亮的，但是你看右边以及下面这里是不太亮的，对不对？像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会着急的怎么办呢？你比如说他会拿一个灯赶紧把右边或怎么样这样去补亮。这样补亮不是说不行，但是它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补亮的它不均匀，就是体现在我们画面里边可能会青一块紫一块的那种，反正不太均匀。那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我们就先给它一个这个屋顶的跳伞，然后你把那个地灯，这是地灯打开。我们现在把这个灯打开之后呢，它是通过这种跳伞的方式会均匀的把这个纸面照亮。这样我们就先铺出来一个比较好的基底，最后是在这个底子上面再去做一些亮度上的区分啊。好，大家能看到吧？现在这个画面中就已经出现了这个明显的分别了。OK， 现在整个画面中就亮了起来。虽然你可能会觉得这边还不够亮，或者这边不够亮，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现在是相当于化妆里边先铺个底，然后我们先看看现在还有哪些问题啊？现在就是这个产品这里看到了吗？它是暗的，因为为什么？它把它的光挡住了，说明我们的 A 灯比较侧方。但是这样摆也有一个好处，你看一下这个产品，这个洗面奶这一块，
它的这个质感就可以，然后产品也都是清晰的。但是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它是暗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实际布光是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因为它太斜了，它打不到里面。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把它拿过来，我们大概把它这样拿出来，这个光就能打进去了，对吧？ OK， 你现在再拍一张看一下。好，大家看到区别了吗？现在这个产品马上就亮起来了，但是亮起来之后，这个产品是不是就爆掉了？所以你很难通过一个灯把所有的产品都一次性完美照顾到。那怎么办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用蒙版。那你用蒙版怎么能保证你的效率和效果呢？看我们去拍摄的时候，我们都去用这种无线遥控器，我保证我的机位是不动的，这样你去做后期，你只要稍微有一点点 PS 基础，这个事儿都非常容易办到。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灯可能需要拍2次，为了什么？为了保证不同产品上面的上光效果。然后现在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画面中左边有光，但是右边我认为光是稍微比较少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这里又放了一个灯，是为了打亮右边的轮廓的。现在你把那个壁灯激活，我们现在把壁灯激活之后再拍一张看一下。好，大家看到这个产品的右边基本上就都亮起来了，对不对？现在我们做完这些之后，如果懂后期的小伙伴，这个时候你直接进后期，这张片子也可以修，对不对？其实也可以修的，但我们如果去拍摄的时候，你哪些地方还可以再加强一些呢？比如说，我觉得这边有点暗，对吧？这一块有点暗，那我们就可以在上面再加一个灯。所以把这个是 C 组，你把 C 组激活。OK， 我们现在再看一下效果。好，现在是不是这边就亮起来了？整个画面基础现在已经不错了。如果你想让左边再亮一点呢，你通过后期也可以做到。如果你不想通过后期呢，我随手拿一盏热血闪光灯，这样我对着画面中的这边直接闪，大家看一下效果可不可以 ？OK， 直接拍一张。好，大家看到了吗？画面中就已经明显变亮了。这个就是我们这次整体的创作思路。其实拍摄本身来说并不难，然后修图本身呢，可能也没有你想的那么难。我认为最难的呢，还是你怎么样从一开始就给整个的拍摄去定一个调。比如说我给他定的调就是高定风，那高定风我从一开始我就要排除掉那些没用的道具，那些东西不是说不好，而是我认为这次就简简单单的，对吧？一个这种大理石块，一个产品，这样就足以表达我们这次想表达的感觉了。接下来呢，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后期吧。我在这里就跟大家说一个里边最重要的一个点是如何操作的，就是这是我们最终修完的效果啊。其实我在这里边用到一个比较核心的修图方法，就是产品单独抠出来。产品你把它单独抠出来之后呢，背景你是可以复制出来2层的，看到了吗？就是这样2层，然后你通过2层呢，然后把上层给下层叠一个剪切蒙版，然后你可以给它做一些高斯模糊，目的呢就是让我们整个的背景看起来的更加的平滑，更加的均匀。这就是我们整个拍摄中所有的知识点了。我希望本期视频对于大家，尤其是对于摄影新手朋友是有帮助的。